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这一章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的第38章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一个人真正有德，并不自以为有德。一个人若时刻想着自己要守德，反而说明他已经偏离了德本身。老子在这一章中对德进行了深入剖析，指出了德的缘起、丧失、变异及替代，并将德、仁、义、礼、义四排列为一个不断失真的演变轨迹。这种轨迹不仅是对个体修身层面的警示，更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善变的深层揭示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章的道义，如何与我们现实中的工作、家庭、社会治理乃至内在修养发生直接关联。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这两句话看起来有点绕，意思却非常精妙。真正高明的德行是自然的、不刻意的体现出来的。行为与德是合一的，根本无需自我意识去强调它的存在。而那些低层次的德行，常常努力去维持一种道德的姿态，一种不能丢德、要守德的意识，反而显示出他已经离开了德的本质。这正像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，有些人越是标榜自己有功德、有职业操守、有家庭责任感，其实越容易在关键时刻暴露出他们行为的动机不纯或根基不稳。进一步，老子又说：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上德的人行事不执着、不造作，他无为，但并非懒惰或无所作为，而是顺应天道，不用人为的意图去扭转自然。而下德的人虽然也在做事，但内心有很强的目的性，有很重的我执，总是想着我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，因此其德已带有功利色彩。这对我们现代职场的管理者来说，是一个特别值得警醒的提醒。当代企业中，我们经常见到两类领导人，一类是上德的领导，他们的管理方式如水之无形，团队在他们的带领下各得其所，员工主动创新协作，他们不刻意控制，也不喧哗主张，但大家却对其心悦诚服。这类领导者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的设计者，让整个组织在看似松弛自然的状态中高效运转。另一类则是下德的领导，他们紧抓绩效指标，频繁强调制度规章、表态文化、组织忠诚，看似很有章法，其实已经在不断用外力去维系一个失衡的系统。老子接着说：上人为之而无以为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，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仁义礼是老子最关注的三个替代品。在道与德逐步被人们遗忘之后，为了维系社会的运转，人们只好转而用仁义来弥补，道德本源的自然消失了，只能靠人为伦理来补缺。然而，这种补缺式的伦理机制虽然短期内有效，长期却存在很大的张力和代价。人这个层级已经不如德那样自然，它是一种努力要去爱人的行为，哪怕你并不真想爱。而到了义这个层级，就开始带上判断色彩，是非分明，好恶明显。人们开始用规则框架来决定应不应该做，而不再从内在的自然反应出发。再到了礼的层级，事情就更形式化了，人们的行为更多是出于习惯、规训、压力和面子，而不再关乎情感、价值或信念。这种形式的空转，其实就是一种德的枯竭，是表层繁华掩盖下的精神凋敝。老子用了一句极具张力的话来总结这一段：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，一旦失去了道这个根本的内在原则，就只能靠德来维系。
德一旦也没了，就得靠仁义，仁义不足就退守礼智。每一次替代都是一次降格，是价值的递减，是内在的萎缩。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现代家庭关系中也非常容易感受到。在一个家庭中，如果夫妻之间有深厚的默契和信任，是不需要强调责任或付出的。如果这种内在联系渐渐消失，就会退而用我为你好，你要孝顺这些仁义性的语言来维系关系。当连这也不足以平衡时，就会用规矩礼节甚至仪式感来维持一个名义上的秩序。然而当一个家庭只能靠你爸在的时候，你不许这样过年，必须回来吃饭，这些话来稳住关系时，说明这个家庭的内在精神结构已经被形式所取代。老子看到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系统失序，他用礼来象征这种失序的终点。再看下面这一句，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老子毫不留情地指出，当一个社会只剩下礼制时，看起来秩序井然，实则忠信皆失，危机四伏。这句话其实非常有现实感。我们今天在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一些困境，比如公共信任的崩塌、制度执行的形式化、关系之间的人情冷漠，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点有关。表面看，大家都在讲规矩、讲程序、讲文明用语，但背后的真实情感和价值信念可能早已荒芜。在这种情境下，一旦社会出现震荡或遭遇危机，所有的理都会像泡沫一样崩塌，因为它们本来就缺乏真实的内核。一个社会如果太依赖理智，反而容易失去弹性和韧性，就像一根太紧绷的琴弦，弹不出悦耳之音，反而最容易断裂。接下来，老子提出了另一个重要判断：前识者，道之华而愚之始。什么是前识？可以理解为先见之智、技巧之用、表现之欲。老子说，这些都是道的花，而不是果，更不是根。它们像花朵一样绚烂，但也是一种虚浮。一旦沉溺其中，反而成了愚昧的开端。这一判断，其实可以用来批判当下很多知识工具主义的倾向。我们活在一个极度崇尚聪明的时代，但却越来越失去了智慧的根。企业管理、教育制度、社交方式乃至舆论导向，越来越倾向于强调技术、技巧、方法、能力、表现，表面繁荣，实则内在虚弱。老子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大智慧是不炫耀、不张扬、不刻意，像树根扎得深，不见枝叶也能常青。沉迷于花的社会，终究会在关键时刻暴露出它的浅薄。所以老子最后说，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；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取此。真正的大丈夫不依赖于外在的礼节或伪饰，而是把自己安顿在厚的地方，把行动安放在实的地方。他知道什么是虚实之华，什么是根本之实，知道人最根本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德，而不是外在的名。现代社会最需要的，恰恰就是这样一批处厚的人。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其实也会不断面临选择，是选择做一个沉稳务实、不抢功劳但能稳住局面的人，还是选择做一个擅长表达、熟练包装、人设完美却经不起风浪的人？在家庭中，是选择做一个真正在关系中投入的成员，还是做一个通过节日仪式、朋友圈文案维系家庭面子的角色？这些都不仅是行为方式的选择，更是道义根基的选择。本章其实是整个《道德经》中对道德演化史最深刻的警示之一。老子不是反对礼、义、仁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这些都不能成为本体，它们只能是附属，是从道流衍而出的影子。只要我们认得本而不迷于末，就仍然能守住精神的根基。
说到这里，其实我们已经逐渐逼近一个核心问题：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执于仁义礼，不被前识所诱，安住于后和时之中，他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会是什么样的？这种状态是否还有道的力量自然显现出来？这正是下一章要展开的关键思路。所以第39章将带我们回到德一的核心，重新思考天地人社会万物何以秩序不乱，生生不息。我们下期将一起进入更本源的探问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